要选举了哈，那个师傅，您会投谁啊？这个礼拜六。对，您会投谁啊？您支持谁啊？我可能会投柯文哲。我投柯文哲。哎，都一般都是年轻人投柯文哲，你怎么会想着投柯文哲？因为我很年轻啊。哎，你这个回答非常好。对，因为我也年轻啊。啊，但是有人会觉得，就是柯文哲实际上是选不上的，投给他也白投。是啊。现在有这样的说法嘛？那选举就是类似一种策略嘛。每个人就是希望他投下的票，都是有效的票啊。那没有开出来之前的话，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对不对？啊。或者这么说，就是说，哪怕投柯文哲，投不是这个他当选不了，你也愿意投他，是吧？对。你也不愿意投给一个就是你不喜欢的。是啊。那柯文哲这次就是他这一次才有嘛？就原先是蓝绿嘛。对。那你过去你支持谁呀？支持蓝的。支持蓝的啊。那这次为什么不愿意支持蓝的呢？因为蓝的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他这次推出的，我觉得还没到那个 level 啦，就是他能好好的干他的市长，但是大家去当总统的话会一团乱的。啊，你是觉得侯友宜是吧？对。因为他背后还有人在控制他。谁呀？谁在控制他？朱立伦啊，这些人在控制他的。要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来做事情。那你为什么会喜欢柯文哲？因为他有做一些蓝跟绿都不敢做的事情。比如说呢？比如说那个台北市的一些开发案啊什么的。因为政党里面都会牵扯到的是跟经济啊，或是跟这些商人啊，都有牵扯在一起的。那所以有时候有一些的决策会比较偏向于这个商人的方面。对，会比较跟大众比较没有那么贴切。那我觉得或许柯文哲比较没有包袱啊，所以他初期的一些做法啦，可能或许跟民众会比较贴近一点。就你是不喜欢台独是吧？不喜欢台独。那你不喜欢台独是因为台独会打仗，还是说你自己内心不认同台独？本来就不认同这些东西。对啊，因为本来我们就是从大陆过来的人啊。对啊，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谈的啊。大家可以做成联邦或者什么之类的方式去谈，对不对？为什么你独立了并没有什么好处啊？对不对？你政治上你不要管我，军事上不要管我，那大家彼此之间互相来谈都还可以谈嘛。我们要去那个民众党的竞选总部去看一下。好。就这会儿。最中央路300号这里。对，您去过没有？我没去过。我们没时间在意这些东西。对。但是我们最重要就是礼拜六会去投票这样子而已。他的总部在这边。对。了解。应该在这里。知道。对，黑皮。柯 P， 那不在那儿吗？我已经看见了。柯 P。这是他的总部。竞选总部。这里旁边哈。民众党的全国竞选总部，一到门口就有2个支持者吧，在那门口还照相了呢。这个应该就是给人照相的那种看板台吧，相信美好台湾。柯 P 是柯文哲的绰号。这门口是他们的竞选的标语：弃蓝绿，保台湾，把国家还给你。台湾民众党。这儿挂了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旗，我看这边是什么？这边也是。一样的。好嘞，我们进去看一眼。你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竞选总部。当然可以。有没有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竞选总部都有一些什么活动啊，或者说有什么功能啊？等一下。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呀？这个是我们的白纸运动。民众画的白纸。这真的是白纸运动，就是说。没有，因为我们有一首歌我们自己有做一首歌，然后里面就是说，那个画出我们想要的未来。我们这边有提供白纸嘛，然后就还有画笔，就让他们自己创作，然后我们就会把它贴在这边。就这个地方都是
就是选民过来自己写的是吧？哦，这都是那个现在支持的人过来写的是吧？他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是吧？啊，终结政党恶斗，相信美好台湾是吧？对，哦，这还有人画画呢，选对的人做对的事儿是吧？来，那这边是我们的证件海报。哦，这都是你们的竞选海报。就我们会不同议题会有不同的话，这个是有关于社会安全网的。然后就是国际经贸。然后这就是说，大家来到这里，他感兴趣，他可以拿走。对，拿走之后，他可以贴到他们需要的地方，是吧？是。那这个哪个做的比较好？有，你可能比较有。哇，这个这个是关于军备的。军备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备战而不畏战，能战而不求战。对，我们认为说就是我们军备还是要有一定的量。我们应该要有那个一定的资金去辅佐在我们的军备上，可是我们也不能说闲砸下去，但是没有任何的规划。我们要按照我们目前需要什么，然后我们进行什么，像就我们会有一定的实战化，对，专业化。我们不能去祈祷，就是别的国家会来帮你。我们自己也要有提升实力。可是我们认为分配上是有一些问题的，关于居住正义的。就是提出大力盖还有大力补，就是社会住宅，对吧？各方面就是社会住宅，还有改变税制以及那个补租客。这是民众党的这个理念嘛，是吧？对。我看那个柯文哲那竞选海报经常说一句“把国家还给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怎么理解？他认为就是有点党意大于民意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就希望说，我们要顺应的民意，我们把国家，我们上次我们把国家拿回来，然后我们把这些权利都还给你们。这边有白书嘛，就是这都是一些柯文哲的写的一些书啊。然后也有关于我们一些立委写的书。那这些书是在这卖呢，还是送？我们这边只有卖2本书，就是最新的台湾笔记跟柯文哲漫画。这个是整个请人绘制的。里面这画的柯文哲画的很 Q 啊。分别不同的篇章。从他的外科时期。然后还有讲一些他在从小的经历是吧？从小到大的经历，然后竞选台北市长。对，到台北市长时期的一些故事是吧？对，把它画成漫画。这是一些周边。对，竞选小物。做的一些服装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也是卖的是吧？对，这些也是卖的。这卖多少钱？这个是等下那个牌子在。还卖表的是吧？对，有表3980。这是你带的这个就是。我的。是吧？这都是卖的，然后这个是棒球衣啊，然后大学 T 还有帽 T。这个杯子有点有趣。这个杯子当初是我们放在竞走，然后因为响应环保，所以我们就做了马克杯，就不让大家拿那种瓶装水。很多人都在问说这个有没有，这个有没有卖？然后最后我们就做了一批，然后后面再加了一个我们商店的 mark，就这样做出来。这590是吧？590一杯。平常就是在这边开记者会。就是现在就是民众党的记者会，一般都在这儿开吗？大型的都在这里，比较大的。以前都是在党部，就是小的，然后现在大部分都是在这里，然后记者就会坐在这边。那个选前这个地方还有记者会吗？应该是没了，没有记者会，都往外面跑了。昨天有开一场，然后昨天在这开了一场。对，昨天又开了一场关于煤气的。你们
们这个清泉主锅有点小啊，然后是吧？有点小啊。这是做什么的这个地方？然后这是我们音控台，音控台是吧？对，然后对。这个音控台是做什么的呢？就是这个记者会的时候控制声音的，那个放声音那些的而已。就最多也就这么大。啊，就这么大哈。平时来这个地方呢，这个民众多吗？还行，六日蛮多的。就这些牌子都是，本来只有那一区吧，然后后来我们就延伸放不下了是吧？对。啊，就在这个地方放了一个是吧？对。啊，你们这有多少个志愿者？志愿者。志工吗？通常是5个左右。5个左右。一个班大概5个左右。一个就是你们这个就是一个班5个左右是吧？我们都是志工啊。都是志工啊。对。就是自愿来帮忙的。不过民众党你们这个倒是我看基本都是年轻人。我去国民党呢看着都是年纪比较大的。那你现在是上学呢还是工作呢？我上学中。上学啊。那一个星期到这来做几天呢？我是因为这1个礼拜的话，是因为那个刚好放假，然后就都过来，都可以到这儿。因为很多人就说柯文哲实际上这次选嘛，他也选不上。因为那毕竟2个大政党，他们过去其实有很多资源嘛，他们也有很多这种社会动员能力。那民进党没有钱，这实际上选也选不上。我觉得我自己认为，我还是抱比较乐观的态度一点。你是说这个柯文哲选总统？对。我还是希望我自己还是以抱乐观一点的态度。但是看封关之前的民调，柯文哲的民调还是要低一些，跟其他的那2个候选人比起来。可是我觉得这次民调也有点乱，就是了。对，基本上我自己看来，你用不同的方式去做，会有非常不同的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是当时就是往高雄骑的那个。对，他的一日双塔。一日双塔，一日北高什么之类的，是吧？他也挺了不起的，我觉得他那么大岁数，能骑一日双塔，一般人做不到。你见过他吗？见过吗？我有见过几次。他来这里多吗？柯文哲？还行，如果你把记者会也算进去的话，那还算多。记者会他也经常到这里，是吧？他的行程也不难找。不难找，我知道的。对，是的。相对另外2个，我觉得真的不算难找。对，我看这2天也在全台湾在跑来跑去，是吧？我给你们写个白纸怎么样？可以啊，欢迎都欢迎。加油，民众党！民进党加油，好不好？都行。下面现在好像都是哎呀，这台湾的重字我还不太会写，我还得查一下，因为我们平时都写简化字写多了。我看一下，民众党。这个是不是写是吧？那他那个路线公布的就是11号，民众党。因为我看那个脸书的好像没有，脸书没有，就是他好像还没公布。加油！车少的，对，那所以他明天就10号，所以明天最近会公布。对，谢谢。我看看写个日期，今天是多少号？9号。2024年1月9号，我来给民众党加油了，看，谢谢。民众党加油，我这不算借选了，我们到每个政党组都加一下油，是吧？3个党我们都加一下油。去买个马克杯。我买个杯子可以吗？可以。
啊，我买个这个马克杯。对，啊，哎，好嘞，买手表送咖啡。男表3980，女表3680，骑士啊，就给女的这个定价就便宜一些，给男的就贵一些呀。柯文哲还是很有个人魅力的一个人，用记得方便吗？啊，没问题。对。啊，但是我们要寄到日本也怪麻烦的，你只要现场给我开个邮件就好了。也行啊，就是这种临时收据可以吗？可以，没问题。啊，对，不好意思，那帮我写一下，就是姓名跟电话什么就可以了。一个杯子对吗？对，是的。好，谢谢。好，要帮我看一下吗？啊，那这是杯子是吧？对。可以不用看。好啊。这边，那这样子是590元。好的，我给你钱啊。谢谢。走，买了一个杯子，到每个竞选总部都拿一堆东西，都是热情的送给我们一大堆东西。这个其实我们好像是不能拿的，这个作为外国人好像拿这个是违反选罢法的，只能收藏做纪念。从民进党的总部出来了啊！我现在终于是搞明白了，实际上这个各个政党的竞选总部啊，没那么重要，它不是这个竞选活动的总指挥部，而就是一个竞选过程中间政党的服务中心，就是选民到这儿来表达一下自己的愿望，表达一下对政党的支持，然后在这里头可以买点东西，然后体现一下认同感吧，并不是一个就是特别核心的部门。所以呢，其实这3个政党的总部走完之后啊，也没觉得离选举也那么近。所以按照计划呢，我们可能从今天开始呢，就要跑一跑现在各个政党在选前的那些造势晚会，到那种现场可能才会体会到现在选举的热度啊。我自己的感觉呢，这3个政党的竞选总部跑下来，最职业的啊，或者设计最好的就是民进党的，因为民进党可能就是因为选举组织起来的政党，所以无论他竞选的口号啊，包括那个选举总部的那个 slogan 啊设计啊，真的都非常职业，一看就是一个能打选战的政党团队。国民党呢家大业大啊，地方也比较大，但是呢都是一些老年人在那个地方，就给人感觉好像是有一些木气。这民众党呢，志工多数都是一些年轻人，应该说年轻人做志工还是挺困难的，因为他们要上班要学习嘛，他们的时间肯定比那些年纪大的人要更难分配出来。但是这里头可以看到，民众党的支持者多数都是年轻人，但是呢，我自己的感受，他们这边的志工啊，他的专业程度实际上跟民进党比起来还是差不少。他们无论是在现场给我们介绍啊，也包括他给选民提供这些服务啊，我觉得他们多数都是凭借着一腔热情来做。一看这些志工就没有经过那种类似于像民进党那种专业的训练和培训。其实这可能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民众党更深层的社会危机吧。因为这个政党多数支持者都是一些凭借热情支持柯文哲的人。万一有一天柯文哲的热潮退潮了，那么这个政党的未来又在哪里呢？现在很多支持柯文哲的这些年轻人都希望能够在台湾2大政党之外构建一个真正的第三方的独立的势力吧。但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困难的，实现这一点真的还挺不容易的。好，我们今天呢，从拍完3个政党的总部啊，就要去拍其他政党的这几个政党的造势晚会了。到那里头可能会真正感受到这些选举的热度。因为现在在大街上可以看到明显的选举啊还是比较冷，没有进入到那种选举热烈的气氛中。也许到了造势晚会会不一样。